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全球觀眾最喜愛演員揭曉，於是王一博、肖戰分列男演員第1、3、5名，趙麗穎位列女演員第6名。近日，歐洲世界電影節正式公布新增獎項全球觀眾最喜愛演員榜單。該獎項由全球觀眾票選產生，被視為對標中國百花獎的國際版人氣與實力結合型榮譽。一經公布，迅速在中文互聯網引發熱議。在男演員榜單中，於是位列第1名，王一博位列第3名，肖戰位列第5名。女演員榜單中，趙麗穎排名第6。這份榜單不僅體現了演員的國際關注度，也折射出中國影視作品在全球語境中的傳播力和情感穿透力。這並非單一獎項的勝負，而是一張關於中國演員被世界觀眾真實看見的成績單。於是以男演員第1名的成績，成為本次榜單最受矚目的存在。對許多海外觀眾而言，他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流量明星，而是通過角色被記住的演員。自《封神》第1部《朝歌風雲》上映後，於是飾演的姬發，憑借堅毅、克制又充滿成長弧光的形象，在海外影迷中迅速積累口碑。隨後，《我的阿勒泰》中他呈現出的自然、生活化表演，再次打破了古裝臉類型臉的刻板印象，讓觀眾看到一個演員對不同文化氣質的適應能力。不少歐洲影迷在社交平台留言表示，他身上有一種不急着證明自己的安靜力量，不需要誇張的表情，但你會一直想看他。雙引號。業內人士評價，於是的優勢在於表演完成度高，身體表達扎實，文化氣質鮮明。這類演員在國際評選中往往更容易獲得長期好感度，而非曇花一現的關注。王一博排名男演員第3，並不令人意外。作為影視演員、歌手、職業賽車手多重身份並行的公眾人物，他在國際觀眾中的辨識度極高。《陳情令》為其打開海外市場後，《長空之王》、《無名》等作品不斷加深其在嚴肅題材中的演員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在海外討論中常被提及的並非粉絲熱度，而是角色完成度穩定、肢體控制力強、非語言表演突出。有影迷評論稱，他不是靠台詞取勝，而是靠鏡頭裡的狀態。雙引號。這種偏向電影化的表演方式，使他在國際觀眾票選中具備長期競爭力。肖戰排名男演員第5，更多體現的是長期積累型人氣。從《陳情令》開始，他在海外擁有數量龐大的觀眾基礎，而近年來通過《玉骨遙射雕英雄傳》、《俠之大者》等作品，他逐漸從現象級角色轉向更具傳統英雄敘事的表達。海外觀眾對肖戰的評價關鍵詞多集中在角色情感表達細膩、東方審美代表性強、古裝氣質突出。有網友評論，他身上有很典型的中國式溫柔力量。雙引號。這類氣質在國際評選中並不追求壓倒性第一，卻極易形成穩定支持群體。在女演員榜單中，趙麗穎排名第6，是唯一一位以多部現實主義作品持續獲得海外討論度的中國女演員之一。從《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到《風吹半夏》，再到近年的女性題材作品，她塑造的角色往往不依賴濾鏡美感，而強調人物成長、時代背景與現實掙扎。海外影迷對趙麗穎的評價中，頻繁出現真實可信不表演女性氣質，而是成為女性角色等描述。有網友留言，她的角色讓我理解中國普通女性的堅韌。雙引號。在國際評選中，女演員往往面臨更嚴苛的審美與題材壁壘，趙麗穎能夠躋身前列，
體現的是作品積累與角色影響力的長期發酵。全球觀眾最喜愛演員並非評委制獎項，而是基於全球觀眾投票數據。這意味着，不只依賴專業評價，更看重真實觀影體驗，覆蓋多語言、多文化觀眾。正因如此，該獎項更接近一種國際市場反饋機制，反映演員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度。不少業內人士指出，這類獎項的價值不在排名先後，而在於中國演員開始進入被比較、被選擇的國際體系中。網絡評論區祝賀之外，也有冷靜討論。在中文社交平台上，相關話題迅速登上熱搜，評論區呈現出相對理性的氛圍，祝賀類聲音佔據主流。這是作品走出去的結果，不是刷榜，是觀眾真看了。能被不同文化的觀眾喜歡，本身就很難。也有冷靜討論指出，排名不是終點，持續輸出作品才重要。希望以後看到更多類型的中國演員進入榜單。這種討論氛圍，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觀眾心態的成熟。很多網友第一反應是興奮，但很快也有人提出疑問：觀眾最喜愛到底喜愛的是人，還是角色？答案其實殘酷又真實，喜愛的是角色留下的情緒殘影。在國際觀眾的觀影習慣中，明星光環幾乎不起作用。海外觀眾很少關心演員的商業價值、代言數量、粉絲規模，他們更在意3個問題：這個角色有沒有讓我產生情緒？這個演員是否可信？我是否願意在下一部作品裡繼續看到他或她？於是，王一博、肖戰、趙麗穎能進入榜單，本質原因並不相同，但共同點非常明確，他們都至少擁有一個能被跨文化理解的角色形象。不少業內討論認為，於是的第1名在含金量上甚至高於傳統頂流靠粉絲堆出來的排名。原因很簡單，它沒有海外粉圈組織化刷票的優勢。海外觀眾對他的認知幾乎完全來自作品，投票行為更接近純觀影反饋。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去粉圈化的第1名。有影評人直言，如果把所有明星的粉絲數據剝離，於是這種類型反而最容易在國際評選中冒頭。這類評價在中國娛樂語境中並不常見，但在歐洲電影節體系中卻是極其重要的加分項。如果把王一博和肖戰放在同一條坐標軸上，會發現2人代表着2種截然不同的國際傳播路徑。王一博，技術型演員路徑，肢體語言強，鏡頭控制感明顯，表演偏向冷處理。這種風格在動作片、戰爭片、現實題材中極具優勢。海外觀眾即使不完全理解文化背景，也能通過影像本身進入角色。肖戰，情感型演員路徑，情緒表達清晰，人物關係處理細膩，東方敘事美感突出。他的優勢在於情感共鳴，一旦觀眾接受了角色設定，粘性極強。網友評價一針見血，王一博是讓你覺得這個演員很專業，肖戰是讓你覺得這個角色我記住了。兩種路徑沒有高下，只有適配。從純排名來看，第6似乎不算耀眼，但在女演員序列中，趙麗穎的出現卻引發了大量討論。原因在於，她的國際認可幾乎完全建立在現實主義作品之上。在海外影視市場中，女性角色往往被符號化，而趙麗穎近年的角色卻呈現出明確的社會身份、清晰的時代坐標、不被浪漫化的女性命運，這讓她在影迷群體中被視為可信賴的敘事核心。有海外觀眾留言，她不是在表演女性，而是在展示女性如何活着。这種評價
放在任何國際電影節語境中都是極高規格的認可。網友祝賀之外，更難得的是理性共識。這次榜單公布後，中文互聯網並未陷入大規模互踩，反而出現了一種罕見的共識氛圍，高讚評論多集中在這是中國影視整體進步的結果，終於不是只在國內自嗨。希望看到更多不同類型演員上榜，甚至有粉絲主動提醒，別把這個獎當成攀比工具，它本來就不是用來比輸贏的。雙引號，這種集體心態的轉變，本身就說明觀眾審美正在升級。從行業角度看，全球觀眾最喜愛演員至少釋放了3個信號：中國演員開始進入國際觀眾的主動選擇範圍；現實主義與類型片同樣具備出海潛力；角色質量正在逐漸取代營銷聲量。這對創作者來說，比任何獎盃都重要。結語：排名會變，但方向已經很清晰。這份榜單不是終點，也不是一次性的榮譽，而是一個信號。它意味着中國演員正在逐漸擺脫只在華語圈循環認可的狀態，開始進入更廣闊的國際觀眾視野，也意味着角色、作品、情感共鳴正在取代單一流量，成為被世界觀眾記住的核心因素。或許幾年後，榜單上的名字會變化，但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演員已經站在被世界認真注視的位置上了。